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上周对中国进行访问。在美国总统拜登的任期仅剩4个月之际，他的亲密顾问在这一时间点展开任内首次访华行程，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沙利文此访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说比起携带会中文的官员随行，沙利文端正对华认知更为重要？来看最新一期《台海风云录》，对话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我觉得有短期迫切的原因呢，因为美国它现在在海外的5艘航母有3艘在大西洋，2艘在中东，那西太平洋刚好是中空的状态，所以他不希望西太平洋有事啦，不管是南海或者哪里啦，所以他就要访问大陆，要稳住太平洋的状况啊。那第二个，我觉得不管是乌克兰或者是中东估计在11月5号之前，那美国当然希望这个局面不要乱掉嘛。那这里面中国的力量就蛮重要的。沙利文访华期间，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了为期2天的战略沟通，双方前后谈了6轮，11个多小时。王毅重点关切了台湾问题。在郭正亮看来，对于中方划下的红线，美方这次听懂了。美国知道，如果他去惹这件事，恐怕代价会蛮大的他基本上还是不想跟中国硬碰硬那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2大国来协商嘛。那他甚至有时候还要需要你帮忙，像芬太尼的合作、反毒合作或者是军方的对话，他担心失控，那更不要讲那2场战争嘛那我认为对台湾的部分，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不急啦。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按照自己的步伐在走。郭正亮表示，在沙利文到访北京之前，岛内盛传赖清德计划对标2016年的蔡英文，在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不久过境窜美。但对于这番放风，美国选择冷处理。郭正亮认为，这是在向中国大陆释放示好信号。那赖清德当然想要比照办理嘛，我认为就是吃了一个软钉子了。美国就说，那恐怕我们现在选举比较敏感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自我节制，先表现给中国大陆看那赖清德后来就直接讲说，他没有规划要去美国那就是今年就是没有了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中国大陆不断强调这个台海问题是重中之重或者这次直接用语是要求美国要严肃看待台湾问题我觉得这个美国听进去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赖清德未来4年，不管要怎么方式去美国过境恐怕难度都会非常高。外界注意到，沙利文任内首次访华，几乎所有随行人员都会说中文。但在郭正亮看来，比起在中国留过学、读过书，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美国官员与中国打交道时，更重要的是不要怀着霸权思维和霸主心态，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发展。美国他就要当第一霸主嘛，他不要被人家追过嘛。那中国大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已经追上，甚至追过。所以美国不分哪一个政党都很紧张中国大陆目前的 GDP 已经是美国的77%，现在大概快接近80了。而且你若算这个实际购买力，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嘛，从2022年就超过了。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比如说现在一下要给你冒出电动车未来还可能有更多项目这个是没有办法阻止的那他不习惯嘛。那不习惯就表现出敌意嘛，就是这样嘛。所以这个我觉得需要更长的时间让你习惯一个崛起巨大的中国。郭正亮直言，美国拜登政府为了遏制中国大陆崛起，自上台以来制裁打压手段层出不穷。但这场由美国单方面发起的科技战，美国自身却遭到反噬，节节败退。因为他打的主要目标，你可以看到都不但没有打垮，而且人家越做越大。美国制裁中国科技主要就是半导体供应链，那结果中国大陆被你逼的，他投入非常多的钱也训练蛮多的人才那集中要攻半导体这一块嘛。所以我说你
不止没有把人家打垮，还让他及早被迫面对假想敌，然后被迫自力更生，然后在方方面面都不断的做出成绩。因为我自己是理工出身的啦，我后来才学社会科学啊。科技不是只有一个 solution 啊，你不要以为你制裁人家，人家就不要用美国的方法嘛，那他就一定做不出来，没有这种事啊。郭正亮认为，美国溃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只玩政治手段做出的决策与实际上的工业及科技发展状况大为脱节。那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实在很多啦，至少让人家感觉它是一个集结众力啦、集思广益，然后厚积薄发的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状态。那这样是比较健康的啦。最近澳大利亚有一个专门在追踪各国科技水平啊，它列出非常多的指标啊。那最新的报告上个礼拜才公布，64项产业就是高科技了啊，那中国赢了90%。那他用的指标就是期刊，还有所累积的专利，然后还有各个研究院容纳这些研究人员。那中国大陆都是90%都领先美国，64项美国只领先7项。至于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政客扬言要对中国大陆继续挥舞关税大棒，郭正亮认为极其不现实，想要真正落地实施属于天方夜谭。如果特朗普当选，他扬言最高税率要增加到60%嘛啊，可是这个人吹牛，过去4年已经可以检验了嘛，他那个时候也扬言要增45%，那最后只增了19.3%。那我认为美国现在没有这个条件让他加税了，因为中下阶层的生活并不好啊。那通货膨胀你也不可能一下把它压下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根本没有加税的条件了，因为美国的东西已经够贵了，你如果再加税，那坦白说啊，就是美国的进口商就直接反映到物价啊，那你就去面对铺天盖地反弹的中下阶层吧，啊，那就这个角度来讲，贺锦丽更困难，因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就是中下阶层，你怎么可能加税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啊，听听就好了。进入9月，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年度秋季发布会临近，相较往年，今年苹果新机型的印度制造含量上升，引发业界关注。有消息披露，印度工厂不仅将承接一部分新机型的组装工序，还将首次加入高端系列生产线。美国时间9月9号，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将举行年度秋季发布会。按照惯例，新款 iPhone 将揭晓。有报道称，今年苹果公司将首次在印度生产新款 iPhone 的高端机型 Pro 和 Pro Max。此前这一系列主要在中国生产。目前，苹果代工企业富士康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已开始生产高端机型，这意味着印度产的 Pro 机型或能赶上今年全球首发。这一积极信号获得印度媒体的高度评价，认为将会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推动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在此之前，印度本地生产的苹果产品大多数是旧型号。据统计，2023年印度工厂共组装了约3000万部 iPhone， 今年上半年产能已提升至1800万部。这些设备除了供应印度本土市场外，还会出口到美国等海外市场。据印度简报报道，目前苹果及其在印度的供应商已为当地创造了超16万个直接就业岗位，且随着产能提高，这一数字将不断增加。不过，尽管印度媒体直呼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不少分析认为，印度制造要彻底融入全球供应链仍有不小的难度。以苹果手机为例，印度供应链的 iPhone 15代工数量占比虽然仅占1成，但由于代工良率及卫生管理问题，直接导致产品销售不佳。此外，印度组装的苹果手机还被曝光存在多种瑕疵，如主板上有明显指纹印记，摄像头内部存在灰尘等。有分析师就指出，在未来几年里，印度
供应链的增长或仍将局限于最终产品的组装，更有价值的电子和机械组件生产仍会集中在中国。有分析指出，在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背景下，苹果公司在内的美国企业早前在构建全球供应链体系时，曾试图寻求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使得印度被寄予厚望。但事实上，随着印度加大智能手机、太阳能电池板和药品等商品的生产，其自身经济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也在增加，这尤其体现在零部件的供应上。数据显示，目前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增长速度是其总体进口增长速度的2倍。以近年来莫迪政府重点推动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为例，虽然自2022年美国限制进口中国太阳能电池板材料后取得长足进步，出口量激增，但由于无法自产零部件，印度采购中国光伏电池的数量也在激增。事实上，苹果主要代工企业富士康的今日动向已说明问题。7月，富士康宣布在河南郑州投资10亿元人民币建设新事业总部大厦，并开始在郑州工厂大规模招聘新员工，以应对苹果新机型的生产需求。有供应链相关人士透露，这显示出在新品发布期间，苹果公司仍倾向于优先考虑供应链的稳定性。目前，大多数的 Pro 系列的 iPhone 订单依然分配在中国生产。此外，苹果公司4月更新的供应商名单显示，在上一财年中新增了8家供应商，同时剔除了4家。这是自2021年以来，苹果在中国的新增供应商数量首次超过剔除的数量。报道称，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苹果对全球供应链策略的微调，也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不管是人力，不管是这个财力，不管是科技，不管是交通建设等等，它其实都已经做的可以讲说是几乎到了这个尽善尽美的这种地步。像苹果的这种转移到印度是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它要真的跟中国脱钩，我想在未来可能就是走向所谓2元化的这种这个供应链的这种趋势。但是这种2元化并不是完全互相封闭的。就美国来讲，它要求要以美国的友善外包为主的供应链，可是这种的供应链基本上各个国家也未必完全会听信。实际上，许多外资企业在进入印度后，很快便发现这里并非想象中的乐土。其中，和硕、伟创、富士康等中国台湾地区知名企业的遭遇最为典型。他们都曾在印度有过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但这些计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充分暴露了印度制造业方方面面的问题。